妻子离世已经10年了，竟然变成小学生的模样回到家里。有个小女孩敲响了大叔的家门，还没等大叔反应过来，小女孩就推门进来了。大叔赶紧跟了上去，以为小女孩走错了门，小女孩却严肃地告诉大叔，她没走错门，还自称是大叔10年前去世的妻子，自称惠子。说着就走进了大叔女儿麻衣的房间，扑到麻衣身上，抚摸着她的脸颊，说她长得和年轻时的自己一样漂亮。这一幕让父女俩都惊呆了。小女孩又走到楼下，看到桌上的自己的遗照，对父女俩说，她是10年前去世的惠子转世，今天突然想起了前世的记忆。大叔的女儿建议她通知家人。大叔询问小女孩的名字，小女孩告诉大叔，她现在的名字是白诗万里花，正在上小学4年级。她走到桌前，你是不能替换我的。又告诉大叔外卖要放盘子上吃，说完就拿出了一个盘子。父女俩被小白的话震惊了。这时外面传来钟声，小白急忙背起书包。星岛和女儿谈起这件事，女儿打断了爸爸的话，让他以后别随便让陌生人进屋。第二天，小白又来到星岛家，发现家里没人，于是他就拿了备用钥匙。他取出了前世的储钱罐，接着开始翻看相册，相册里记录了女儿成长的每一个瞬间。小白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然而相册里只有女儿到10岁的照片，后面全都是空的。从她离开之后，看来父女俩都一直没能前进，直到现在都没从悲伤中恢复过来。小白急忙给星岛打电话。在公交车上，星岛回想着和妻子约会的那些站台，窗外的小白也在模仿妻子的手势，周围人都投来异样的眼光。他们买了最新款的华为手机，然后互相加为好友。小白每天都会早早的发信息给星岛加油鼓劲。放学后，小白经过餐厅，看到沮丧的星岛，了解到他在公司被新来的同事取代了。小白安慰他，可以试试其他的业余爱好，比如打篮球或跑步，但星岛对这些都不感兴趣。小白问星岛，难道这10年来你一直是这副表情吗？这话让星岛无言以对，他只能默默低头。小白轻轻托起星岛的脸，告诉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抬头挺胸。在小白的开导下，心结终于慢慢打开了。他提早来到公司，主动帮同事一起承担产品促销的任务。当他在资料库查阅当年的方案时，看到了惠子的名字，又让他回忆起2人初次相遇的场景。惠子经常因工作太累在桌上睡着，总会为他准备一份热腾腾的夜宵。岁月如梭，惠子已经离开了10年。第二天，小白很早就找到了星岛。星岛显得有些不耐烦地告诉他，今天有客人要来，自己没时间搭理小白，因为今天是惠子生前与朋友年年聚会的日子。但星岛却没有任何准备，决定让小白留下帮忙。他们收拾完杂草后，进了厨房准备食物。麻衣回到家看到了这一切，他急忙解释了小凡身上的委屈，因为他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女孩是妈妈转世。聚会中，朋友们都在开心的聊天，只有新郎面带忧愁，他心里一直在想念妻子。大家让他发表感言，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为妻子举办追思会。他打算卖掉房子重新开始，因为这里充满了对妻子的回忆。这时他看到了围栏外的小白，2人目光相对。等到众人散去后，小白找到了星岛。面对小白的追问，星岛意识到自己太自私了，为了女儿他应该放下过去，继续开始新的生活。说完他又对小白说，听完后小白坐到了他旁边，随后轻轻捧起了他的脸。星岛感慨万千，忍不住又开口了。小白离开之后，他来到了曾经亲手种植的田地，这片土地已经荒废了，到处都是杂草。他伤心地跪在地上，在枯草下发现了被压住的小树苗，树苗上坚强地挂着一颗辣椒。他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这时星岛收到了一份外卖，原来是小白亲手做的便当。女同事看到星岛的饭盒，提议一起吃饭。打开饭盒尝了一口，感觉非常爽口，让他想起了惠子做的灯笼辣椒，是用狮子头的做法，主要原料就是惠子生前种的灯笼辣椒。他一边吃一边流泪，旁边的女同事目瞪口呆。同时蚂蚁也收到了生日蛋糕，自妈妈去世后，他就没再过过生日。蛋糕上标着从11岁到20岁的生日，里面充满了妈妈的爱。与此同时，父女俩一起奔向学校门口，对着女孩说。女孩慢慢地讲述了当年的爱情故事，一切都被站在身后的女儿听到了。他们流下了眼泪，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那种久违的幸福。男人把女孩紧紧拥抱在怀里，幸福的时刻只持续了3秒。看到这一幕的中国学生立刻拉响了警报，一名男老师急忙跑过来。小白解释说他是我的叔叔，说完就拉起了他的手，跑步时牵着女儿一起冲。3个人开心地在街上奔跑。回家后，小白开始教育星岛。星岛被教训后反而感到心里踏实。小白对星岛说，能记得前世的事情真是个奇迹，即使我不在你们身边，你还是要振作。
好好生活，别放弃自己。女儿见状，忙帮爸爸解围。看着懂事的女儿，她握住女儿的手。蚂蚁告诉她，以后有时间再帮我庆生吧。虽然你现在还是小学生，但你仍是我的妈妈。小白每天都会给星岛准备便当，星岛却告诉小白，男人可不用这么细心，却兴高采烈地迈出了独立的步伐。突然他停下步伐，感觉像是少了些什么。他掏出手机，对着女孩就是一阵猛拍。星岛到了公司像变了个人，满脸的笑容，不时地看看手机，欣赏刚设的新壁纸。同事们看到精神焕发的星岛，都觉得难以置信。对面的女同事被他入神的样子迷住了，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昨天两人一起用餐的情景，心中满是悸动，误以为星岛对他有意。午饭时间，女同事又提议一起吃饭，她贴心地把阳光好的位置让给了他。这份细心让女同事对他更加有好感。她突然想起了今天的便当，星岛也跟她说，这里的每道菜都是用心烹饪的。女同事试探着问星岛，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？星岛突然害羞起来，本以为自己会颓废地过完余生，没想到老天用意外的方式填补了他心中的空缺。现在他特别害怕突然失去这一切。女同事以为他是那个意外，每次和星岛一起吃饭，他都觉得特别开心，于是建议两人一起分享便当。正当星岛准备离开，手机不慎从口袋滑落，同事急忙弯腰帮他捡起，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。尴尬的星岛开始支支吾吾，边走边说，结果被凳子绊倒。下班回家的路上，看到小白向他冲过来，他躲开，想给小白一个惊喜，却意外看到小白被人肉麻表白。他一听就从草坪上滚了下去，他急忙跑过去，声称自己是小白的叔叔，然后打发走了那个男孩。回家时发现有人一直跟着小白，他警觉地加快步伐，那人也跟着跑了起来，前面却突然不见了人影。这位小学生竟然自称是那人的姐姐，那男人根本不信他的话。蚂蚁也赶到现场，他问前面的女孩，柳树对他感到非常诧异。这时星岛也赶到了，他告诉大家小白就是他的姐姐。柳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被骗了，怎么能信一个小女孩的谎言呢？小白立刻察觉到了柳树的疑虑，最终小白的一个动作吓得柳树落荒而逃。小白感慨自己的弟弟长这么大了，结果一点也没变聪明。柳树走在路上忆起姐姐的往事，姐姐总是捏着自己的鼻子。小白回家的时候，妈妈对他带便当表示怀疑，学校不是有营养午餐吗？为何还要自带便当呢？小白解释说那是家政课作业。这样一来，妈妈的疑虑也消除了。这时蚂蚁打来电话，他告诉小白，有位女生约他周六去打保龄球，但总出事的蚂蚁感到有些害怕。小白则是在鼓励他，说妈妈在我们这个年纪时已经积极参与狩猎了，你应该多出去走走，说不定能遇到美好的邂逅。小白回到家，为女儿挑选衣服，还帮她打扮得漂漂亮亮，鼓励她大胆出门去狩猎。目送女儿离开后，星岛开始自责。小白提议是否要和他约会，两人一起逛起了商场。结账的时候，这个不常逛街的男人吓了一跳。之后他们又买了些小吃，一边走一边互喂，甜蜜极了。但这一幕恰好被挑衣服的女同事看见，她对星岛颇有好感，于是和朋友一直跟在后面，假装偶遇，但内心却是敌意满满。打了个招呼之后，闺蜜直接切入了正题。小白用脚轻踢了星岛一下，急忙打断了她的话，声称自己是星岛亲戚的孩子，因为爸妈今天工作忙，没空陪我，所以叔叔带我来看电影。小白巧妙的蒙混过关，急忙告诉星岛电影就要开始了。两人快速跑开，却被手屋叫住，两人尴尬的只能真的往电影院跑去，这让闺蜜和手屋更加怀疑他们，于是跟到了电影院门口，但最终什么也没发现，便离开了。星岛和小白看完《美少女大战章鱼》后，两人又去了公园。小白也察觉到手舞对星岛的感情，便试探性的和星岛聊起来。星岛告诉小白，他们最近成为了便当伙伴。蚂蚁垂头丧气的走来，在聚会上显得格外不自在。旁边的一个男子看到后帮他解围。两人单独相处时，男子开始对蚂蚁打小算盘，他感觉自己真的不适应那种场合。小白对他说，那个人只是不适合你而已，别太放在心上。拿出了今年最新款的冰牛牛作为女儿就业的礼物，告诉她要按自己的节奏生活，脚踏实地的前进。随后全家拍了10年后的首张合照，新老爷填满了相册的空白页。小白回家时，柳树悄悄跟到了楼下，清楚地听到妈妈在责备小白，你见过这样当爸爸的吗？女儿想要吃冰淇淋，这男人买了却边走边自己吃了。当他和家人会合的时候，女儿都快被他气哭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头虎鲸调皮地跳出水面，机械的浪花把全家都淋湿了。这场突如其来的表演立刻让全家人笑声不断。早上星岛一直在等小白，等到了公司他已经快要崩溃了，因为发给小白的短信一直没有得到回复。
心急如焚的他拿着手机走到窗边，这时守武走了进来。天真的守武也笑了，因为他以为自己让星岛开心了。面对星岛的激烈反应，小白终于接通了星岛的电话，告诉他没给他做便当，自己也有难处，以后不要再这样激烈了。星岛回到家，把情况告诉了女儿。女儿对他说，现在妈妈也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一个小学生一大早起来做便当，这肯定也会吓到爸妈的。听后，星岛陷入了沉思。他找到了小白，提议全家出游一天。晚上3人决定周日一起去游乐园。当金刚买好了票，小白却不见了。他拿着照片到处寻找，一个个询问，工作人员都说没有见过小白。眼前的这一幕让他感到很熟悉，他大声喊了起来。小白在他背后轻轻拍了拍，金脑总算是松了口气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听说他想去看望小白的妈妈，他想帮小白减轻点压力，但小白却拒绝了他。男子对女孩说，就在刚才，小白去了那个有树的家，告诉他还是老样子，粗心大意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出门记得锁门。屋里堆满了垃圾，看着小白一边收拾，还一边埋怨自己，就像是10年前神仙姐姐一直在教导自己，但这都是亲情之间的爱。看着眼前的小白，柳树摆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，告诉他，你在冒充我姐姐，现在又来干扰我的生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自己也明白了，小白现在的家庭情况，知道你妈妈很凶。面对柳树的一顿夸张夸奖，小白对他说，你有时间查这些，还不如去找份正经工作，别总是抱怨，你应该学会自我反省，别总是说的多做的少。然后拿出了柳树喜欢的漫画，告诉他，你很有才华，别浪费了你的才能，别因此耽误了你的人生。然后摸摸他的头说，不是吗？小白的这番话让柳树意识到，他不能再这样无所事事了。他急忙冲了出去。这就是故事的开头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吴叫住了小白，邀请他一起去奶茶店。小吴虽然没直接回答小白的问题，但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满脸的爱。小白心里感到不安，他害怕失去什么，但更希望星岛能幸福。回到那个黑暗凌乱的家，不禁感慨万千。这时星岛发来了消息，原来今天是小白前世的生日。看着一团糟的厨房，星岛说是第一次尝试做蛋糕。面对父女的深情，小白躲进洗手间哭了。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，从未感受过这样的温暖。他对星岛说，蛋糕吃完后，小白和星岛达成了一个约定，等到自己18岁，他们要再次结为夫妻，并且写下了爱的誓言。父女俩送小白离开时，被回家的妈妈看到了，她拦下了轿车，用力敲打车窗，质问那男人，你是谁？深夜接自己女儿是什么意图？车里的星岛急忙解释，小白赶忙出来，告诉妈妈他是自己的朋友，说是去便利店买橡皮擦。大叔担心自己一个人回来，所以送他回家。小白的妈妈并不领情，一副欠他800万的样子离开了。自从星岛展示了他的手艺，手屋就总为他准备各种各样的小吃。在聊天中得知音乐小学将举办球技大赛，因为她的闺蜜正是那所学校的老师。星岛听后决定去为小白加油，他向手屋请教如何做玉子烧。小白也被选进篮球队。比赛那天需要自备便当，夜班回家的妈妈一头栽在床上，小白正想悄悄离开，妈妈突然叫住了他。在手屋的帮助下，星岛最终做出了烧焦的玉子烧，尝了一口竟然觉得味道不错。到了学校却发现没有邀请函，也不知道小白的班级，结果被视为怪人。幸好小健及时出现，避免了更尴尬的局面。小白一直在找妈妈的身影，结果迎接他的是星岛和另一位妇女。你见过这样的妈妈吗？女儿在学校饿得慌，她本该去送便当，却和新男友去了游乐园。女孩四处张望，因为她是唯一一个没带午餐的。同学的目光使她只好走到外面，饿得肚子咕咕叫。幸好新老及时送来了玉子烧，他们一边晒太阳，一边聊家常，享受这份美好时光。与此同时，经过小白的开导，他重新向画社提交了作品，但却被拒绝了，因为他的思维还停留在10年前。下楼时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女孩，他瞪大眼睛一看，眼前的这个女孩竟是网红。他正认真地看着有树的漫画，他们俩就像相见恨晚的知己，还都是火影忍者的铁杆粉丝，这让他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。篮球场上，小白和小健的默契配合，帮助他们赢得了比赛的胜利。看着小白和小健庆祝胜利，星脑不禁有些嫉妒，一直到离开都显得闷闷不乐。偶然听到妈妈团的讨论，小白的妈妈还在担心他。通过小健了解到，小白时常受到妈妈的责骂。我也从妈妈那里了解到，他们是个单亲家庭。小白一直没回信息，这让星岛感到不安，于是给小白打了个电话，结果被刚约会回来的妈妈撞见，晕倒在电话的一端。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他急忙跑了起来。小白看着地上的邀请函，意识到自己在家中的地位。这时妈妈夺走了他的手机，
眼看着妈妈的手掌要打下来，星岛及时赶到，抓住了妈妈的手，怎能让她打到他呢？小白赶紧让星岛先回去。桌旁妈妈开始责骂小白，两人最终被妈妈赶了出去。小白在门外怎么求都没用，妈妈始终没再开门，星岛只好带小白暂住自己家。到家后，星岛感到不安，小白在这里却像是主人，他开始指责星岛太粗鲁，怎能对妈妈那么强硬？大半夜的跑到别人家里不太好吧？还大言不惭地说要领养我，这让妈妈的误会更深了，结果被赶出了家。星岛试图解释，但小白让他跪着好好反省。星岛一直在嘴里嘀咕，他又对小白说，当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时，怎能仅凭她是我妈妈来辩护？小白告诉星岛不要太过分担心，自己现在已经半世成人了，而且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这让小白想起了前世的妈妈。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，这个小家终于有了温馨的气氛，久违的笑声让家里充满了欢乐。他们决定要珍惜这份幸福，于是在客厅里铺起了地铺。星岛和女儿沉浸在这幸福中，一直难以入眠。小白只好用妈妈的口吻让他们去睡。夜深时，小白发现蚂蚁踢掉了被子，便起身帮她盖好，看着熟睡的女儿，轻抚着她的刘海，发现她和10岁时一样可爱，然后转身拍醒了星岛。两人回忆起10年前的种种，互相为今天的冲动道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星岛被厨房的切菜声吵醒，起来一看，竟是10年前去世的妻子。那熟悉的身影让他如痴如醉，直到一声亲切的 OK 哒将他唤醒。他突然意识到是太想念妻子了。一家人开心地吃着早餐。蚂蚁感觉小时候觉得妈妈做的饭理所当然，现在却变得格外珍贵。星岛也忙不迭地称赞妈妈做的味噌汤让人无比怀念。早餐吃完后，小白还是挂念着妈妈，决定回家看看。星岛跟着出来对小白说，妈妈现在也许很想知道真相，继续隐瞒似乎不太合适，不如直接告诉她实情。回家后，小白看到妈妈在睡觉，贴心的给她盖上了毛毯。妈妈似乎感觉到了小白的到来，起身却没看到小白。这时收到小白发来的消息，3人约在茶馆见面，直直的打量着眼前的男人。星岛拿出了一张全家照，向小白妈妈解释，妻子是10年前车祸去世的，他在小白身上找到了前世的记忆，坚信不疑地说小白是自己妻子的转世。小白妈妈却满脸疑惑，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，星岛向妈妈解释小白还给自己做过便当。听后妈妈更是生气，责怪星岛让一个小学生给你做便当，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。这一幕被屋内的有利看到了，星岛邀请有利来自己家，给他吃了一桶热泡面。作为小舅子的有利对这种待遇感到不满，开始教训父女俩，难道姐姐走后你们就这么对待我，我就只能吃泡面吗？这话让星岛想起了一些事，他记得小白曾经跟他提过，现在的妈妈跟前世的很像。于是他问了有利，有利对星岛说，姐姐总是很细心，一边安慰妈妈，一边还要照顾还小的我。每次妈妈一哭，姐姐就会做妈妈喜欢的蛋包饭，因为那是妈妈最爱的。另一边妈妈回到家，对着小白发火。这次小白没沉默，他告诉妈妈，自从10月12日起，他对小白的记忆越来越模糊，无论是爸妈的离开，还是班上的同学，一切都在慢慢消失。看着和妈妈的大头贴，明明看起来很快乐，却笑不出来。当另一个人的记忆占据了自己，他不想让妈妈担心。听着小白成熟的语气，妈妈感到惊讶，看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儿，让她不知所措。看着女儿的背影，妈妈走到饭桌前，看着眼前的蛋包饭，似乎明白了些什么。自从丈夫离开后，她开始用酒来麻痹自己，还把所有责任推到小白身上。小白一直在妈妈身边，她尝了一口女儿做的蛋包饭，这味道不是学来的，这绝对是无法模仿的味道。于是她急忙跑到小白的学校去，找到女儿时，她正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原来那个男人的妻子就是女儿口中所说的转世之人。妈妈对小白说，女儿一直都叫我妈咪，却没注意到你已经改叫我妈妈了。妈妈看着小白问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小白还是忍不住说出了真相。听到小白亲口说出的话后，他激动地上前抓住星岛，求你把我的女儿还给我。星岛只能尝试安慰他，即便小白身上有妻子的记忆，她还是你的女儿，我们一起找解决办法。看着两人震惊的表情，星岛解释说，妻子的妈妈其实就是自己的妈妈。与此同时，尤利找到了小说家初云，他告诉他自己也遇到了一个自称是投胎转世的小学生。初云一直在敲打键盘，不幸地听到了这段强有力的述说。正当他给小说敲上句号时，突然晕了过去。我一进门就对比自己年轻的女人，你怎么着？女人大喊，左一个妈妈，右一个妈妈的叫，还随手拿出我买的面包和水果。女人实在难以接受，这个比她大10几岁的男人这样称呼她。小白把星岛拉到公园，严肃地教育了一番，就算是拉关系，也不该像你这样，
哪有未经同意就随便叫人家妈妈的？女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年龄，何况你比她还大10几岁。现在重要的是找回今世的记忆，这样才能让妈妈放心。早上吃早餐时，妈妈对我总是那么生疏，明明我们是母女，感觉却像是完全不认识。小白跟星岛说，现在一旦想起前世的记忆，这辈子的记忆就变得模糊。星岛告诉他，人的记忆其实就像手机内存，存储空间是有限的，一旦满了惠子的记忆，万里华的记忆就会逐渐消失，可能还会被压缩，保存在不同位置。小白觉得星岛一点也不正经，直接拍了拍他的脑门。到了学校，他问同学小健，自己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。小健说他简直变了个人，以前的小白沉默寡言，不怎么爱说话，现在的小白活泼又可爱。晚上回家的路上，他们讨论了白天的种种。星岛无意中提到了手屋，对小白的食谱赞不绝口。敏感的小白一想到手屋就满脸爱慕，于是问星岛，这10年我不在，你们有没有考虑再婚？星岛急忙解释，他对妻子的爱始终不变。小白回到家，看着妈妈为自己准备的晚餐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10岁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女儿心里有了喜欢的人，便告诉了丈夫。为了鼓励女儿，夫妻俩决定举办一场 BBT。 星岛回家后告诉女儿，这周日有个 barbecue 聚会，如果有关系好的男性朋友，可以带他们一起来。为了女儿不尴尬，星岛叫上了小舅子有利，还邀请了手屋一起。小白也劝妈妈出来放松放松。这时候有利也来了，星岛这才发现女儿带了新男友。妈妈高兴地夸男孩挺帅的，星岛却觉得不能只看外表。妈妈让星岛注意女儿的表情，蚂蚁的脸上挂着笑，显得那么天真浪漫。聚会时，小白看出妈妈在怀念女儿，他拿起棉花糖放进了自己的咖啡里，这是他新发明的吃法。妈妈尝了一口，突然觉得很温馨。另一边手屋还在修改那个之前没通过的计划，这时经理过来通知他，领导决定还是用他的方案。他不解地问经理，经理说是因为新的方向，不是长远的打算。他觉得你的方案很出色，取消了就太可惜了。手屋急忙赶过来，正好看到小白送妈妈去车站。妈妈突然说，你的家人真温暖。听后小白停下了脚步，妈妈感叹自己当初不该那样对女儿，那句让她消失的话，没考虑过她的感受，所以女儿才会离开。聚会结束时，星岛被闺蜜拜托送手屋回家，他们边走边聊，笑声不断。星岛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做的糖果，递给了她，这让手屋更加确信星岛对自己有意思。这一幕被一旁的小白看到了，星岛愁眉不展，给小白发的消息一个回复也没有。他正发愁的时候，宠物恰好出现在他身后，他又鼓起勇气对星岛说，面对这突然降临的爱情，星岛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爱情总让人有喜有忧，有利找到了星岛，告诉他乡下的妈妈病了，想让星岛带着全家回去看看。星岛听后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向小白解释了情况。晚上他找到了小白，希望他也能一起回去看望年老的妈妈。小白嘴上不情愿，心里却很想念。一旁的妈妈也看出了小白的心思，他们一边喝牛奶一边吃多味花生，聊起了人生的点点滴滴。妈妈希望小白能跟星岛回去，不希望他留下任何遗憾。一家人开始了旅程，刚出站就遇到了来接他们的蒙子。小白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突然大声喊起来，幸好星岛及时解释了。当小白站在这个养育他的家门口时，他停下了脚步，此刻的心情复杂难言。再次见到妈妈时，已经白发苍苍坐在轮椅上。时间匆匆，想起10年前的生日宴，妈妈还是那么生气勃勃。妈妈站在面前却认不出来，大家都在说要找人照顾妈妈。姑姑把责任都推给了尤利，说尤利20多岁了还整天闲着。尤利觉得家人不理解他追梦，一气之下他跑出了家。小白立刻追了出去，他静静地听着，愤愤不平地讲述，告诉他理解他的苦恼，也看到了他的努力，但他不能放弃生活，活着总比什么都好。这时有利终于明白了，看着小白他这样说，女孩不小心把貔貅扔到了老人身上。他慢慢地走到他面前，小白听后眼泪汪汪的，他紧握妈妈的双手，原来妈妈一直都认得小白。他轻轻地抚摸着小白的头，相逢总是太短暂，离别时刘丽决定留下来照顾妈妈，没想到这次离别竟是他和姐姐最后一次见面。蚂蚁迫不及待地去见心上人，两人的爱终于突破了障碍。星岛也向手屋表达了心意，他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意，他没有再婚的打算了。新年的钟声也响起，两家人一起去了庙里，在祈祷新的一年都有好运。正当他们准备离开，碰巧遇到了茶馆的老板，老板微笑着看向小白，随后两家人紧紧相依，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。小白默默地许下心愿，突然间就晕倒了。这时茶馆老板注意到灰灰的灵魂已经离开了小白的身体，
他不忍心看着家人。第二天醒来，小白对昨晚的事一无所知，对昨晚的事完全没印象。早餐时还给麻衣准备了新年红包，但小白妈妈显得心事重重。回家的路上，妈妈告诉小白她还是很担心，这让人感到无力。想起初云当时也是这样，他对星岛说，朱云正在写一本关于转世的小说，于是他想打个电话问问，说不定能打听到些什么，但电话打过去却是空号。晚上星岛告诉小白，书中的内容和你经历的事情一模一样，他打算这周去参加签书会，希望能在初云那里找到答案。小白却觉得星岛太过担心，让星岛不用担心，保证自己不会再消失。这一天，全家人还是去了初云的签书会，很快门票就卖完了，只有有利和蚂蚁拿到了票。全家人决定派2人去，星岛急忙抓过票，结果被误认为狂热的大叔粉。等到有利出场时，他直接要求见初云，但初云对他视而不见，结果没成功，被赶了出来。小白直接批评他们，嘴里埋怨这2个大男人不靠谱。这时麻衣发现初云在书后留了言，刘丽对初云说，眼前这个小学生是他的姐姐。初云这句话把大家都惊呆了，他对大家说，他的真名其实是齐云康司，原来是个高中老师，从学生时代就梦想成为小说家。星岛感到很困惑，他们2个的转世时间对不上。楚云说他不是转世，而是依附在敌人身上，当人离世的那一刻，如果还有未了的心愿，就会留恋人间。如果有人想消失，而另一个想继续活下去，他们就会产生联系。然后他问小白，小白模糊地回忆着，就像电影里的场景，但这记忆感觉不真实，只是身体的记忆。总之，借来的总是要还的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白回想着初云的话，他害怕地蜷缩在墙角。老人走到一个男人面前说，星岛跟了出去。他们进了一个房间，茶馆老板向星岛解释，第一次看到小白时，他就察觉到了他的妻子并非转世，而是借用了小白的身体。茶馆老板也看出了星岛的想法，他又对星岛说，其实他和妻子的缘分已经尽了，时间在流逝，也许你们还能以不同的方式相遇。人不能太贪心。他让星岛好好想想，妻子为何特意回到他身边。小白也找到了手屋，他不想在离开后让星岛继续颓废的生活。听到了手屋的回答，妻子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朱云带着有利回到那家旧书店，他们曾经相遇的地方。说完后就晕倒了。当星岛返回店里，店员递给他小白留下的便条，便条上告诉星岛，晚上有重要的事要告诉大家，大家在一屋集合。小白告诉大家他已经记起了一切，说自己去世后一直回到这个家，默默地注视着他们，真想告诉你们要振作，好好的生活下去，但他做不到。那个夜晚，他在公园看到孤单伤心的小白，本来想安慰他，2人一接触，灵魂便附在小白身上。他并非转世投胎。除夕那夜，小白肯定也是因想见妈妈才回来，所以决定将身体还给小白。他不想再失去妈妈，他害怕再次失去她。琉璃立刻站了起来，如果姐姐真的走了，这个家的人会再次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。大家都陷入了沉默。小白说完就倒在地上。女孩整夜在公园里哭泣，突然一名女子出现了。她原本想安慰那个女孩，当她触碰到那个女孩时，她的灵魂意外地附在了她身上。第二天，小白醒来，发现自己的同学都看不见他了。他急忙跑回家，在家里看到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，他顿时不知所措。上班路上，星岛一路回忆着和小白的点点滴滴。此刻他看起来无精打采，工作时也像行尸走肉一般。同事的贬低话语响起时，他却没有任何回应。妻子的灵魂在旁边看着，心疼不已。开会结束时，星岛邀请同事一起去吃饭，在他的引导下，同事也主动向手屋道歉。星岛就是这样的人，永远在默默地做好事，总是那么善良。放学后，小白对小健说，他记不得去年秋天之后的事了。一大早回到家，心情非常低落，回想起妻子的话，不禁突然哭了起来。刘丽决定重新开始画画，他开始意识到，不能再逃避现实，不能让姐姐觉得自己没有上进心。10年过去了，但他仍想画画给姐姐看，这已经成为他现在的心愿。但他不知道，当他走进屋时，姐姐的灵魂也在他身边，一直在听他讲话。茶馆老板也察觉到了慧慧的心思，于是他提议想看看有利的新作品。他仔细地查看了每一幅画，并把每张画都展示给贵妃看。看到有利振作的样子，姐姐笑中带泪，2人的灵魂在一起融合了。醒来的小白画下了一个红衣女子，但画中的女人他却又不认识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她。他不解地问妈妈。妈妈沉思了一会儿，随后拿起画告诉小白，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，总希望别人过得幸福。她的笑容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，大家都喜欢和她做朋友。但是10年前她去世了，
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家人，所以他才进入了你的身体。星岛回到家，看到早上给女儿准备的饭团，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。星岛骑上自行车，去了超市，买了些新鲜的肉。星岛在门口怎么劝说，蚂蚁还是不出来吃饭。星岛对自己感到自责，他又对蚂蚁说：“即使妈妈不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还是要继续生活。妈妈这次为什么会回来？完全是因为她放不下我们，也是因为我们太依赖妈妈了。”星岛决定放下过去，好好为了明天的美好生活而努力。这一次不再只想自己。父女俩最终苦涩地笑了笑。另一边，小白的灵魂又一次离开了身体。慧慧在等待那束带她离开的光，却迎来了小白的到来。小白安慰慧慧想见家人是合理的愿望，这请求并不过分。听后慧慧泪流满面，她真切地想见他们，哪怕只有一次。此时小白轻抚她的脸颊，两人的灵魂再次融合。小白向家的方向疾走，门铃急促地响起，父女俩急忙开门，原来是小白回来了。一家人紧紧拥抱。这一天正好是妻子去世后的第10个结婚纪念日，他们将共度这难得的一天。全家一起逛商场，为蚂蚁挑选衣服，妈妈又为她选了一条项链，价格一看好几个零，瞬间大家都惊呆了。小白立刻拍了拍她的额头，对星岛说：“给女儿买件像样的嫁妆有错吗？”回到家后，马英问妈妈：“还有什么梦想没实现吗？”星岛也过来鼓励小白，让小白随便说。妈妈的心愿很简单，只想看到女儿幸福。于是他们找到了马英的男友，在星岛和小白的帮助下，男友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。小白的眼中满含泪水，他嘱咐他们，未来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，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但你们得共同努力克服困难，各种幸福都需要你们自己去寻找。在对岸，尤利也获得了出版社的认可，决定将他的漫画连载，但必须在今天之内将漫画改编为短篇。路过的小白看到尤利认真工作，心里感到非常欣慰，他悄悄地离开了。琉璃恰好看到了他的背影，便追了出去。他却不知道，眼前这位正是自己的姐姐。小白心里非常开心，尤利真的长大了。当他回到家，清晨家里已被布置成了餐厅模样。小白进屋后愣住了，他的妻子生前一直梦想用自己种的菜开一家餐厅。星岛想要实现妻子未完成的梦，他邀请了所有亲友来参加，还将那套定制的服装交给了小白。屋子里很快坐满了人，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小厨师，眼中满是惊讶。凉拌海鲜面、清蒸西红柿、红烧鲫鱼，这都是慧慧的拿手好菜，大家吃得其乐融融。而慧慧心里却有些忧虑，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但她仍努力地笑了。这一天的聚会，朋友们也开始陆续离开。小白含着眼泪，手屋轻轻地低下了头。两位妇女开始收拾家务。小白对今天的聚会感到很开心，觉得自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。但星岛和麻衣听心里却有点难受。小白拿起那株辣椒苗，想到自己精心照料的菜园，现在却变成了荒地和杂草。星岛感到非常愧疚。他们夜里抱着辣椒苗赶到菜园，一起把它种进了土里。范爷泪流满面，他慢慢倒在了星岛的怀里。也许世上最痛苦的不是离别，而是那些离别后的重逢。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家人身边，父女俩陪着小白直到日出。这次父女俩没有留恋，他们流下了幸福的泪水。回到家后，他们发现妻子偷偷换了一照，父女俩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信心。他们一起做早餐去了公司。星岛总是赞不绝口地夸女儿的手艺，有力的漫画也成功发行了。星岛每天下班都会买一大袋菜，看着夕阳的晚霞，仿佛在和妻子告别。至此，本剧圆满结束。